躺平并不意味着摆烂，反而是新的人生的开始。先听一段小故事。公元405年，浙江彭泽县，一个普通的早晨，上级派来的督察即将抵达。一个小吏急匆匆地找到县令陶渊明，语气焦急地说：大人，你得赶快换上最正式的官袍，准备好厚礼，恭恭敬敬地去迎接，这可是官场上的铁规矩。这一句话瞬间引爆了陶渊明积压多年的郁结。他并非没有抱负，他渴望为民做事，然而官场的黑暗、门阀的腐朽，让他的本性跟良知在这套规矩前格格不入。那一刻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躺平者，还有那声长叹：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？正是他的躺平，成就了他笔下流传千古的诗句。有人说，躺平是灵魂对环境无声的抗议，就像是沉默，沉默并不是没有声音，它是灵魂深处最深层的呐喊。我们心中有抱负，但是被父母的期待牢牢定死；我们心中有理想，但是却与现实格格不入。现实却是如此魔幻。老师的工作不再是教书育人，而是获得更好的成绩。新建住房本是为了更多人获得自己的小家，却被金钱牵引。当我们发现眼前的现实与我们内心渴望的人生差距很大时，我们宁愿静下来，也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。人嘛，好不容易活一次，为什么不为自己而活呢？当我们躺平之后，社会跟他人的声音就在逐渐变小。再听听另外一段故事吧。文森特·梵高，在现在人眼里，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，而在他周围人看来，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严重的抑郁症、癫痫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一个行为怪异、情绪经常失控的疯子。他也曾经走过正常的道路，做过画商，当过牧师，做过传教士。他想努力地融入那个标准的社会框架里，然而命运给他更深层的打击，他被送入了圣雷米精神病院中。这个巨变迫使他走上了一条最艰难的路，学会与自己相处。他在200多封书信中提到最多的词是接受命运，与痛苦共存。一个被命运逼到墙角的人，最终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，与人类的精神文明一起永存。我们很多人所谓的躺平，何尝不是一种被迫呢？这恰恰是我们与自己相处的起点，让我们可以第一次真正的不带批判的看待自己。有勇气躺平的人，在现实中一定不是弱者。再让我们听个故事。时间回到2018年，锤子科技，一家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公司，资金链彻底断裂。它的创始人罗永浩，一夜之间从备受瞩目的罗老师，跌落成了全网嘲笑的老赖。高达6亿人民币的债务，让梦想在那一刻碎得满地狼藉。然而罗永浩没有选择消失，而是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定义了躺平。不是躺在失败的绝望中，而是躺在了责任和债务下。他接受了所有人对他的评价，他没有被过去的荣光跟当下的屈辱困住，而是选择直面。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困境时，并没有6亿债务那么沉重，但道理总是相通的。人啊，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。如果你有力量挣脱社会的评价，逆流躺平，那么你肯定会相信，当你重新找回自我时，生命力会再次爆发，或许成为一名非遗的手艺人，或者出国换一种生活，又或是一种完全不被世人理解的活法。或许你听过佛教一个最深邃的概念，空性，它并不是消极或者否认的态度，而是在现实中不被定义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未来。你肯定听说过埃隆·马斯克，当年他出售 PayPal， 手握1.8亿美元巨款，那一刻，大家迫不及待地给他贴上了标签，幸运的互联网新贵。而马斯克选择什么呢？创造完全不属于现实的剧本，颠覆传统的电动汽车，特斯拉，可回收的火箭 SpaceX， 甚至梦想上火星。虽然它存在很多争议，但是他用现实行动向世界宣布，我的人生不由人类来定义。放眼我们整个人类文明，
何尝不是被困在这小小的地球中呢？而地球之外却是浩瀚的宇宙，无限的空间。但真正的突破跟伟大的创造，往往始于一个动作：拒绝被定义。所以躺平绝对不意味着一世碌碌无为，它恰巧是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开启不平凡一生的序章。这一刻，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经历所谓的被迫躺平，请不要相信前路暗淡无光，那可能是一条所有人都没见过的美丽风景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要了解身边的心理学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